他30秒就能读完一本10万字的书。只见他哗哗的翻着书，手指还不停的比划着什么。主持人看他一次翻过去2页，他却说自己能透视。等他翻完书，还能够完整复述全书内容，主持人都惊呆了。他说自己大脑已经开发到了87%，甚至不用眼睛看，只用耳朵听，就可以听出书里面的内容。就算是外语书籍，也难不倒他，可以在翻书的过程中自动翻译。于是主持人递给他一本汉语字典，他拿过来就开始了表演。他的翻书速度就像我在开卷考试中找答案时一样，嘴里还一直嘟嘟着什么。主持人听得一脸懵，他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接着蘸点口水继续翻，越读越激动，书才读到一半，口水都快蘸干了。节目组呢也挺贴心，给他拿上来一瓶水，这下读得更起劲了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翻上几十页就要用手蘸点水，读兴奋了还要站起来。我估计主持人也纳闷，怎么读个书还读急眼了。几分钟后，一本字典就读完了。主持人决定考一下他却什么都答不上来。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，主持人当场揭穿了他的骗局。话说如果真能做到这种程度，那才是见鬼了。不过下面这一家3口好像真的碰到了鬼。夫妻俩的合照里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，像是一个孩子趴在了背上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，当时正在给父母拍照，而且观光车是2座的，后排并没有座位。女儿也说当时拍照时旁边并没有人。照片是前几天旅游时拍的，最近翻看照片才发现了这诡异的现象。这张脸离自己这么近，脸色惨白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当时照片是连拍了好几张，奇怪的是这张脸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上，其他照片上都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手机问题，但手机是刚买的，完全没理由啊，难道真的有鬼？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说人脸面部非常清晰，而且还有影子，猜测应该是个真人。专家计算了照片2车到车的距离，大约在3米左右，这么近的距离完全有可能是拍照时有个身高在1.5米左右的女孩正好走到夫妻俩后面，由于视线遮挡，看起来就像趴在身上一样，但她为啥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里？而且自从拍下这张照片后，手机变得很卡，信号也变得很差，5G 都没网。专家最后解释说，因为手机设置的连拍间隔是10秒，等拍第2张照片时，小女孩就已经走掉了而已。节目组还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从一侧走到车后面只用了5秒钟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和之前的很像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解决了照片问题，下面这座荒岛上又出现了新问题，荒岛上惊现一个怪异的花豹，长得很像人类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这东西却发出了嘶吼声，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人，表情十分怪异，吓得工作人员掉头就跑，以为碰上了食人族。但这头花豹却开口说话了，只见它全身纹满了豹纹，从头顶到脚尖，从耳朵到手掌，甚至眼皮都纹上了花豹的眼睛，全身基本找不到一块干净的皮肤。他说自己20年前就纹了身，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纹身，现在的气温只有1度，但他好像并不怕冷，甚至直接泡在了冷水里。那他为什么会在这座荒岛上呢？难道没有家吗？他并没有说话，转身走向了一座石堆，工作人员跟了上去。他说这些石堆就是自己的家，20年来都是一个人住在石堆里，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后就进到了房子里。接着他穿上了衣服，看着正常多了，但几个小时后他又换上了潜水服，坐着皮划艇离开了荒岛。经过漫长的滑行，他终于上岸了，原来是去对岸超市买生活用品，每隔10天就来采购一次。附近村庄的人都认识他，人们怀疑他有精神问题，但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他想要回归自然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还说荒岛上没有噪音，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天堂，平时的休闲娱乐就是喂海鸥，而且岛上还有他喜欢吃的香蕉，这就足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币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条小溪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麻麻的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神奇的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全身酥麻，神清气爽，而且每天都会来泡一遍，有的还会把河水接回家，说这河水啊能治病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好奇摸了一下，瞬间感觉被电到了，接着摸了几块其他的石头，却并没有酥麻的感觉。整个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真的是奇怪。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刚想开门咨询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门上果然有电，而且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用电线把房子和旁边的石头连起来，电压竟然高达25伏，这就很反常了。电表拉闸后，电压接着就变成了0，而且那块石头也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在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短路位置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，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方式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刚解决完石头的问题，下面这个西瓜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医生竟然在给西瓜做 CT， 因为这个西瓜发芽了，明明买的时候好好的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就长出了新芽，而且还在肉眼可见的生长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挤出来的，并且西瓜重量也变轻了。大叔说，自从西瓜开始发芽后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自己身体感觉年轻了不少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
书都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烧香磕头。周围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，这个村民就说自己活了25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，连这位种了50年西瓜的果农都是第一次听说。有人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才会产生神奇的力量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也可能是瓜农使用了催熟剂导致了发芽，最终顶破表皮冒了出来。种子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以后不会再给西瓜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然而发芽的还不止西瓜，下面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，泡在酒里5年的人参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，根系也变得更加发达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价100万想要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啊，气色都变好了。然而药酒专家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主人泡酒时加入了豆芽，把豆芽误以为是人参发芽了，但主人却说并没有往酒里加过豆芽，还展示了最初泡酒的照片。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因为朋友见过他泡酒，大叔给朋友打电话确认，朋友也说当时人参没有发芽。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节目组找到大学教授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教授说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教授猜测说，刚开始泡酒的人参是新鲜的，可能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芽孢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孢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。还有个猜测是，瓶子的密封性不好，瓶内可能含有氧气，还未死掉的人参就有可能继续生长发芽。人参发芽的谜团终于被解开。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男孩的身体是个吸铁石，把铁勺往身上轻轻一放，瞬间就吸了上去，最多可以同时吸5个叉子，硬币也不在话下。这些东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样，非常牢固。他不仅能吸铁，手机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。而且当他生气的时候，吸力会变得更强，能吸住更多的东西。这个特异功能是在他吃饭时偶然发现的。妈妈看到大为震惊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和他一样身体有磁力的还有下面这个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发现的，往他身上丢硬币，硬币根本不会掉，牢牢的吸在身上。他不仅能吸勺子、硬币、手机，什么平底锅、电熨斗、手风琴都可以轻轻松松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铁盘子。奶奶说他的磁力还可以治病，有一次就治好了邻居的头痛。邻居对他的绝技称赞不已，但他说每次施展魔力后都会感觉很累，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能力。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不仅变得更胖，磁力还变得更强，甚至还上了电视，给观众表演了胸口吸铁锅，观众都惊叹不已。不过也有人质疑，说因为他肚子大，身体有弧度，东西其实是被他撑住的，那到底是磁力吸引还是被撑住的？最终呢也没有个确定的结论。但下面这位大叔看了之后表示不服，大叔的身体有磁力，一次性可以吸85个勺子，连后背都可以吸起一个大铁盆，不仅不会掉，还非常牢固。身体磁力最强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，胸口还可以吸各种水果蔬菜，小黄瓜轻轻放在胸前，立马就吸上了。后来还尝试吸手机、盘子、瓷砖、车钥匙，都可以成功吸附。他说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个勺子，他第一次尝试就吸了85个勺子，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还说吸东西完全靠意念，要集中精力，然后把体内的能量转移到胸口上。普通人这样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。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吸小东西，开始尝试大物件，汽车引擎盖可以轻松吸附，茶几玻璃也没问题，甚至连木头门板都可以，转圈也毫无压力。他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，吸任何东西都像喝水一样简单，还可以把能量输到全身，想让哪个部位吸都可以，脸上也没问题，自己可以随意控制能力，只需要紧闭双眼就可以开启或关闭，让它掉就会掉。但科学家们否认了他的说法，说他只是皮肤比较黏而已，如果在夏天1个星期不洗澡效果更好，专家建议洗澡就好了。拥有这种超能力的还不止他们，下面这位大叔更夸张，大叔的身体能吸铁，一次性可以吸100个勺子，四处走动勺子也不会掉。他说腿上的磁力更强，走在路上都会把附近的小铁钉吸到腿上，直接成了一块行走的吸铁石，小到铁钉勺子，大到汽车引擎盖，通通可以吸在身上，盖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。那他为啥会拥有这种超能力？
力，真的是神奇。现在呢，他要升级挑战，胸前系上一个凳子，凳子上再坐个小伙子，还准备拉动一辆汽车。挑战开始，汽车还真被他拉动了，但他并不打算停止挑战，说以后准备拉火车和飞机。接着他还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。原来5年前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电击事故，没想到摇身变成了一个人体吸铁石，能够吸附起任何东西。这种能力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。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迷惑，如果纯粹凭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东西的话，那么他们身上的磁力将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测试，结果发现他身上压根没有任何磁力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最后才发现他的皮肤能够大量分泌一种粘性皮脂，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盘一样，所以才能吸住物体。科学家最后建议说，你也去洗洗澡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